在乡下，有些事情你不用问别人，等一会儿广播就会告诉你。喂喂，声音从村里的大喇叭里传出来，有人正在做饭，有人正在地里干活，有人坐在门口休息。听到声音以后，大家都会停一下，听听今天广播要说什么。有时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通知，比如明天上午开会，或者下午要停电。还有人家的东西丢了，请大家帮忙看看。这些事情听起来都不大，可是村里的人都会认真听一听，因为说不定下一句话就和自己有关系。感谢你再次回来，也欢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。希望接下来的几分钟能带给你一点平静，一点放松，也陪你一起学习一点中文。现在，让我们继续聊聊村里的广播。村里的广播每天都会出现，有时候早上就能听见。大家刚刚起床，广播已经开始说话了。有人一边吃早饭一边听，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广播下面经过，也会慢慢骑过去，听完以后再继续赶路。有时候广播说的是一件小事，村里的路要修几天，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有时候是提醒大家天气不好，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具。还有时候是通知大家村里今天有活动，请大家早点过去。广播说完，声音就停了。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大家开始聊天了。刚才广播说什么？明天要开会。在哪里开？就在村里的活动室。几句话很快就说清楚了。有时候一个人在地里听到了，回家以后又告诉家里的人。一个人听到，几个人就知道了。消息就是这样慢慢传开。还有一些时候，广播会找人，比如有人在路上捡到了一串钥匙，不知道是谁的。广播说完以后，过了一会儿，就有人过来问，是不是我的？还有小孩子听到广播以后，马上跑回家，告诉爸爸妈妈，刚才广播说了一个消息。大人听完，也许只是笑一笑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村里的广播好像一直都是这样，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，但是内容并不复杂。它不需要大家坐下来认真听很久，一句两句大家就知道了。以前村里的消息很多都是这样传开的，一个人听到再告诉另一个人，很快整个村子都知道了。现在大家有了手机，消息来得更快，一个群里发一句话，很多人马上就能看到。可是有些村子里大喇叭还在，到了固定的时间，它还是会响起来，喂喂，声音还是那么熟悉。有人听，有人没听，有人觉得很普通，可是它已经成了村子里的一部分。它不只是一个喇叭，也是一个告诉大家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事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声音很普通，因为它每天都出现。可是如果有一天它突然不响了，也许很多人都会发现村子里好像少了什么，少了一点声音，也少了一种大家一起听到消息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以后走进一个小村子，突然听见喂喂，不妨听一会儿，也许下一句话就是这个村子今天的小故事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陪伴，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一起听故事学中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